这个房子大到要用跑了，可以吗？要用跑了。大家看好哦，这个不是一幅画，它是景色。OK， 从我们房间看出去的景色就是这样的。来，这种感觉有没有像我们看香港电影那个女主角啊，很漂亮这样子走下来，然后在场的全部人都哇一声的那个感觉。高度决定了视野，视野决定格局。住在 penthouse 顶层公寓，不是为了俯瞰众生，而是为了在云端找回内心的宁静。大家好，我是艾莉，今天带你来看楼了。而今天呢，我们即将会分享的就是顶层豪宅。那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偶尔呢就会接受到一些询问，就是说艾莉，我就是要找 KLCC 的 penthouse 豪宅顶层的。而这些客户呢，当他说明他要 penthouse 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特别了，其他的房子都不看，基本上就只是看 penthouse。那为什么他们会执迷不悟，一定要这种房子呢？而且呢，他们是愿意花更大的金额来买下这一套房子。而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筛选了3套这个顶层豪宅，都是围绕在 KLCC 这一圈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会给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些顶层豪宅它有它的价值。然后大家看完了过后呢，在留言区告诉我这个房子值不值。叮。现在来到的这个单位呢，是在第51楼层的，也就是 The Conley 的顶层。那这个单位呢，它是3600多平方尺的。那如果大家是喜欢静谧的感觉、艺术性质的话，比较有艺术家性格的话呢，那这个单位你应该会喜欢的。来，我们看一下，很多朋友来到这里就会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宁静感。那是因为这一栋建筑它是出自全球的建筑大师 Carrie Hughes 的手。那如果你住过阿曼酒店的系列，你一定会认出这种标志性的设计语言：极简、对称，而且富有禅意。The Conley 是 Carrie Hughes 先生留给吉隆坡的遗作。那在这里呢 ，Penthouse 这个顶层豪宅，它就不仅仅是一套房子，而是一个被放到云端的艺术品啦。OK， 好，回家啦。一进门呢，这一边就是一个玄关的位置那这一边的话呢，就是我们时常听到日本的设计师很喜欢说的一个落户的地方。那么在那边呢，还有一个专门就是放鞋子的鞋柜。好了，我们进来这个家了。首先一进来这一边，就马上给这个大气被就是深深的吸引住了，因为这边的楼高呢就有这么目测的话呢，就有16尺高的一个楼顶这么高，然后呢它的这个宽度OK 这样子看就是40多尺的，40多尺就是14米左右吧，这个长度也都是全部都采光的，这么充分的采光，所以你在单位里面呢，这么看出去的话，就是一整幅的这个吉隆坡天际线。好了，这边呢就是你的客厅的位置，然后中间这边就是我们的西厨，对，这边做烘焙，那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中岛在这边，这些呢都是大理石的。所以它的空间设计是什么呢？就是你无论是在客厅或者是在餐桌，都可以把这个玻璃门打开，然后呢出去就是阳台。这个阳台也真的够长的。如果是有谁喜欢踩 scooter 的还是这个什么做 yoga 瑜伽那些都可以了。好了，这个阳台可以充分的利用。OK， 房间来说的话呢，这边是有2个房间，另外一边也是2个房间，主卧在这一边。我们先看看这里。作为这个 The Conley 顶层豪宅的主人我们睡的是什么房间呢？OK， 主卧的空间不错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房子呢，就是它所有的墙壁都放了这个原木的这个墙板，所以整个房间里面呢，你站在这边呢就很有那个温馨感的。好，然后那一边呢就是这个衣帽间，哇，这个衣帽间。然后我觉得很漂亮的东西就是它的浴室，浴室的采光非常好。来，大家看一下，哇，这感觉就像一个房间的空间了。好了，这边泡澡，这边淋浴的 ，OK， 无论你是泡澡还是淋浴都可以看风景。
就接下来就看看其他房间了。这边就是其中一个房间，然后这个房间就用这个浴室。这个房子大到要用跑了，可以吗？用跑 ，OK。我跑到来这里了，这里2个房间呢都是套房，因为他们里面都有自己的浴室。现在看的这一套呢，就是在德康雷的顶层51楼，然后3600平方尺，价格呢马币1200万就能拿下这个顶层豪宅了。那在这里，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在吉隆坡，大家跟你说这是吉隆坡房产界里面的劳斯莱斯的话，那它应该就是我身后的这一栋 The Binjai on the Park。好了，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它的40楼层这里了，而这个单位呢，就是它的顶层复式公寓，属于是楼王中的楼王单位了。Let's go！今天这个视频啊，就给大家开箱这个7300平方尺的复式公寓。那站在这一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设计很独特的半圆形的楼梯。那它上去呢，就是楼上都是4个房间。那我们在的这一层的话呢，它就有一个书房，还有个客房，还有这个客厅啊，第2个客厅啊，餐厅啊。而在这个单位里面呢，我觉得最吸引人的东西就是这一个风景。哇，大家看见吗？在你面前的这个它不是一幅画，而是真实的窗外景象，就是你从客厅看出来，或者是你在这个阳台休闲椅，对不对？坐在这一边看出去的景观。而这个呢，它是一个永久性质的景观，因为你的前面正前方就是 KLCC 的中央公园了。而这个中央公园呢，我们是有喷泉啊，有这个绿树啊，还有这个小孩的户外游乐场等等的，所以你的景观呢就非常的丰富，而且是属于非常稀缺的、珍贵的。Binjai on the Park 是全马来西亚唯一一个是真正坐落在50英亩 KLCC 公园的项目。那我们住在这一边的话呢，就不是住在公园的对面，而是直接住进了公园里面。那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就是 KLCC 它本身就是一个马来西亚地标型的建筑物，那它的开发商呢就是 KLCC Properties， 而整个总规划里面就是 KLCC 双子塔、它的公园、它的展厅呢，那唯一一个住宅项目就是这一个了，所以这一个就是真正的 KLCC 这一圈的楼王了。在这里白天可以看见绿意喷泉，晚上的话呢就可以看见双峰塔的灯光在你面前闪耀，那你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手可摘星的那个感觉啊。那么除了地段还有景观， Binjai 这个最让我佩服的就是它的内功，因为它不是最新的项目，但是它的维护程度呢，还有它安保级别以及户型的实用率，依然是我们行业里面的标杆。这种楼盘呢，我们就不单单只是看它的地段，还有它的本身这个房子里面的配置，我们说的是它的圈子。就好像这一栋楼的话呢，它的业主的名单里面就堪称是马来西亚的福布斯这个名录了。所以呢，在这里的这个邻里的环境它的生活圈子呢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呢，顶层富豪他们不单单住的是一个房子，他们住的也是一个社交圈子。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布局哈。OK， 这边呢就是一个小书房。就直接你的客厅旁边，因为富豪就是企业大老板，通常就是会招待一些比较关系比较密切的伙伴上到来这个房子里面。那这一边呢就可以谈一些公事 ，OK。然后这一边呢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客厅。那么走过来这一边的话呢，它就是一个 family hall， 就是我们跟家人更亲密互动的另外一个客厅了。那如果是走过来这一边，肚子饿了要吃饭，晚餐、早餐、午餐，对不对？这边就是这个顶层复式公寓的餐厅了。好，这个餐厅位置呢，它也是同样可以走出来阳台。就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空间呢，都是跟户外可以连接起来的，有阳台的。那么再过来这一边呢，它就有一个客房了。那如果是有一些家人朋友什么是要借宿一晚的话，这边就有一个房间。OK， 如果再往这边走的话呢，就是我们用人忙碌的地方了。这边就是这厨房空间啦，四四方方，不错。好了，
这边就是那个洗衣间啊、用人房的那一些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一下他的房间。好了，现在我们上到来2楼哈，或者其他国家叫1楼。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主卧，首先也是一样，看的也是这一幅画。你看啊，富有的人呢就是任性，什么任性呢？你看这个空间的使用感，这么宽的阳台，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会怎么去设计这个阳台啊 ？OK， 好，这边是浴室出来的，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做一个装修，然后这里就放个泡澡的，对不对 ？Jacuzzi 啊，在自己房间 Jacuzzi 这种，来就是这样的角度哈。那它呢也是非常的细心的，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不想看这个景观了，就把这个围起来。那把这个关起来的话呢，这个空间也就成为了我们的室内阳台了。在这边的话呢，就是个衣帽间，还有它浴室。一个宽敞的衣帽间肯定就是我们顶层复式公寓的标配，对吗？我们女主人肯定有很多东西要放的。OK， 那这个主卧的浴室呢也非常的豪华，就我们可以看见墙砖还有地砖呢都是那种大理石的材质。那同样的也是一个非常采光而且有景观的浴室。好的，那如果是从主人房走出来的话，这边还有多一个小客厅，就是楼上的这个小客厅，就是一家人想要聊天的话呢，可以走出来这个空间聚一聚。好，这边呢就是1个房。2个房，3个房，所以这里呢就有4个房间啦。那在这里的话，其他的房间呢都是有自己的阳台的，而且采光都非常好。就比如说，这是其中一个房间，套房了，因为它都有自己的浴室，所以每个家人呢都会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好的，现在看的这一套呢，就是属于 KLCC 圈里面的一个楼王单位了。大家也就可以看见，马币2000多万的话呢，其实就在这一边买到一个非常顶级豪华的住宅了。因为站在这一边的话呢，我确实可以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地段的这个珍贵。就在这一边看着这个景色，前面的这个绿意是吉隆坡里面所有的一圈的房子里面呢无可被取代的一个地位。它的公寓设施呢，也就像5星级酒店的度假村一样，很大自然感觉的那一种这边呢就有这个绿植然后那个就有喷水的声音这样子。这边是泳池，这边是健身房，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边呢就可以走去KLCC 的中央公园了。好了，现在呢就来到第3套了。说到这个顶级豪宅，怎么能少得了4季 ？OK， 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这里呢，它就有这个4季酒店和住宅单位。而这个住宅单位呢，等一下我们上去看的，它就是一个空中顶层的这个penthouse。OK， 好，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棒，因为4季呢，它基本上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核心区域都是选最好的地方，也包括吉隆坡。那在这一边的话呢，马上旁边就是吉隆坡双子塔了。楼下就是它的商场，前面就是这个中央公园，还有它的这个 KLCC 展览厅，再加上呢周边围绕着的都是5星还有6星酒店，所以这个地理位置这么听起来它的这个等级就不言而喻了。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去看它单位。好了，楼王中的楼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中阁楼它长什么样子。哒哒，这个呢就是4季住宅的阁楼啦。现在来到的这个单位呢，它是11000平方尺的空中阁楼。那么站在这一边呢，不单单只是给它的这个户型的宽度，给震撼到，反正就是给它的风景给震撼到讲话都有点不顺了。来，大家看前面，真正前面呢就是 KLCC 的中央公园了，就好像公园呢就在你的脚下。那么在这里呢，我相信大家可以透过镜头跟我一样感觉到。前面的这些楼栋呢，都变成很矮小了，好像我刚刚摄影师说，这像玩具了。就这个房子的主人呢，我可以感觉到他的身份格局肯定就是不一样的。站在这一边是什么感觉呢？可能就是看着前面的那些楼栋，想的东西就是哪一栋是我的，有没有 ？OK， 好，那这个房子呢，它是就好像大家所看的，没有装修的情况下，为什么马币4000多万的房子 ，OK， 它是这样子交付吗？对的，确实是这样子。有没有感觉好像我去到深圳的那个毛坯房？
那我在这边呢，也给大家讲解一下啦。OK， 这个户型的话呢，它是有分为就是左右两边，它其实非常符合那些大户人家哦。OK， 它一边呢是想要有自己的隐私，另外一边呢也是需要有一个空间去接待他的客人哦，生意伙伴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一边呢，就是它客厅的区域啦。OK， 先看一下这一边。那我们站在这一边，有没有像百万富翁？这个是椅子，坐在这一边，这是你的客厅。然后在这边呢，就是你的餐桌，好，然后再过来这一边可以弄一个橙汁或者是什么 cocktail 鸡尾酒这样子的就在这里。然后呢，再进去这一边就是主人的书房，这个企业家主人OK， 他想要静静的深思他的下一步要怎么走的话，这边就是他的书房了。OK。我们先上去房间吧，因为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它没有装修，所以基本上我就给大家在这边看风景还有就是幻想一下，如果你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你会想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个房子的空间格局。好了，那么呢，因为没有装修所以我们就大概走一圈，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这个空间OK， 首先这边是个房间，这边是个房间，再过去是房间OK， 好，不捉弄大家了。OK， 我们来看一下房间。简单来讲呢，就是要叫设计师来弄对不对？好，还是你跟着我走好了。那其他的就不用说了。OK， 好，这边也是有一个楼梯。那为什么刚刚有一个，这边也有一个呢？大家想一下刚刚那个是主人他上去房间嘛。这个的话呢，就是佣人OK， 那么如果你早上起来了，想要赖床，不要下去吃早餐，可以任性的叫你的佣人拿你的早餐上来就是这样子。这个的话呢，就是2个房间，这边一间，那边一间。这边呢，他们就是会隔起来的这样子。那么基本上呢，每一个房间都会有风景会有浴室这些是不用讲了，在这边。好，我们从这里。好，我们其实进入这一边的话呢，就是它主人房的空间了。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就是这边会比较暗，所以在这一个地方呢，它其实是设计这个衣帽间的，就非常大的衣帽间，然后它的浴室。那么再过来这里这个我终于知道这个富豪的房间是长这样子了。OK， 如果大家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嘛，你会怎样设计这个房间？大家到底会不会保留这个透明的玻璃窗看下去？还是要做什么样的设计？那如果说这个是主人房的空间的话，我反而觉得就它没有很大没有很大。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个房间呢是在别的公寓是没有机会提到的就是这个保险房，是叫保险房吗？还是叫安全房这样子 ？OK， 好。这个小房子呢，因为一般的富豪都会有很多的贵重物品这样子，所以就是坐在这一边。那么我们普通人的话呢，可能就是买一个保险柜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就需要一个房间来放到时候是不是放现金在这一边？嘿，枪，有没有那种感觉去冒险的这样子 ？OK， 好，其实这个方向出去的话呢，就是客厅那边走过来了。然后呢，走过来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佣人工作的地方因为这边呢就是有那个洗衣房这个中厨煮饭的还有那个存放东西的这样子。那么主要就是我们要走过来这里这边是有个客房的客人，主要呢是要来到这一边。这个空间呢，就是电梯出来。右手边，因为刚刚左手边就是我们去客厅所以是一边是客厅，一边这边呢就是我们会客的场所。那么这个会客区呢也是非常大的，然后进去里面的话呢就是客房还有就是那个影院就是可以招呼朋友上来看戏、唱 K、OK 打桌球，然后就是如果有小朋友的那一些呢，就是可以让他们在这边游泳。OK， 幻想一下在 KLCC 旁边这一块地，四季酒店住宅的顶层 ，OK， 你是拥有自己的泳池的。今天给大家带看的这套房子呢，它就差不多已经是吉隆坡的天花板级别的房子了，马币4600万，可以吗？好了，今天呢，我们就看了3套这个顶级的豪宅那我们这一边就简单的总结一下。那如果说是 The Conley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艺术静谧感的艺术。那如果来到 Binjai on the Park 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很显赫的身份、显赫的权利。所以每一个房子呢，都有它的独一无二的
这个性质啊，就好像女孩子这样子，对不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在这里的话，当然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他自己的喜好，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它的地段，还有性价比，还有它的这个豪华感啊，都给他们就是打上了星星。大家可以看我接下来的这一个视频截图。那接下来呢，大家也顺便在留言区那边告诉我，这3个顶级豪宅里面呢，大家喜欢的是哪一套？接下来我的分享呢就来到这边咯，谢谢大家的时间，然后也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一集见了，拜拜。来 ，OK 来，也就是说，OK 来 ，OK， 你看哈，富有人家什么就是什么任性 ，OK 来，好了，刚刚大家看的这一套呢，就是怎么刚刚呀？好的，现在刚刚看的这一套呢，怎么现在又刚刚 ？OK 来 ，OK 来 ，OK 1、2、3。